叶飞为寻父亲告别一喜峰，踏剑归乡。红苍山一下，遭劫杀，这笔仇从未放下。劫杀者是冲虚门王海，昔日被叶飞挫败的耻辱与师门仇怨交织，出手便是杀招。叶飞虽仅练气7层，却凭练气体魄硬抗冲击，神识催动飞剑反击，正邪交锋，生死一线。芊芊，你可决定了？决定了。叶飞，对不起，我爹已经收了王家的聘礼。我不怪你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可我也没有办法。王海的叔爷爷是冲虚门的执法长老，我跟了他，进入冲虚门后便能一路坦途。修仙之后是可以长生的，长生你懂吗？呵呵，长生嘛，我懂的。那我就祝你柳芊芊和王海都能长生。叶飞，芊芊，叶飞，轻点儿。叶飞，柳芊芊，你们给我出来！糟了，王海来了。敢坏我好事！王海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是先找上门来。叶飞，老子要你好看！糟了，王海来了。敢坏我好事！王海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倒是先找上门来。叶飞，老子要你好看！一对狗男女！叶飞，我以后就是仙师了，你最好乖乖站在那里让我打。这话等你成了仙师后再说。叶飞，你欺人太甚！聒噪！叶飞，你赶紧走吧。王家现在有仙师，等王海醒来，肯定会让仙师找你麻烦。仙师又如何？我叶飞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我也知道你很厉害，但你得为叶叔叔想想。你要是还待在村子，他肯定会被王家针对。你赶紧走吧，我先在这看着。芊芊，你……叶飞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虽然也想和你在一起，但有些事情不是你我能决定的，还请你理解。叶叔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你把王海给打了。爹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打了王海，有些不智。爹怕了。叶飞有些不解，父亲此刻的态度与往日教导他时截然不同。哈哈，怕？这天底下还没有能让我叶苍龙害怕的事情。爹不怕，我也不怕。王家有仙师又如何？人固有一死，但不能是这样的死法。来，把这石枕摔碎。逍遥门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逍遥门在红苍山南万里处的青松山上，比那冲虚门还要厉害一些。难道这玉牌是？不错，这玉牌正是逍遥门的入门信物。有此玉牌，你便可直接拜入逍遥门，无需参加入门考核。怎么可能？我没有灵根，也能直接拜入逍遥门？你不是很想知道爹的这双眼是如何瞎的吗？今天爹就告诉你。这块玉牌就是爹用这双眼换来的。到达青松山后，你只要滴一滴血到这玉牌之上，便会有人来接引你。我走了，爹怎么办？你不用担心我，祸是你闯的。
这等小事。爹放心，到了逍遥门，我一定会找到修炼灵根的方法。走吧，若是等王家的仙师过来，你怕是就走不了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不管有多难，我都会成为仙师。他来了吗？司仪，见过师傅。我一故人之子在山外等候，你去把他接引过来。是。好大的仙鹤！仙鹤身上站的是仙师吗？喂，是你要上逍遥门吗？回仙师正是在下。好，那就跟我走吧。师尊正在庆祝峰等你呢。就这么死了吗？爹，妃儿不孝，让您失望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好奇怪的伤痕。不管了，先摘下来再说。这果子难不成是灵果？这一定是爹爹口中所说的灵果。爽！哈哈哈哈！可惜了。这么好的果子，要是不枯萎，下次还能来摘取。终于到尽头了。师尊，他出来了，他真的出来了。见过两位仙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飞。叶苍龙是你父亲？是，仙师和我爹是朋友。
算是吧，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。对了，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，你怎会无事？回仙师是这样的，你倒是命大，这青龙谷凶险无比，平时无人敢进。啊，里面那么凶险，可我什么危险都没有遇到。好了，既然你已出来，便不用管他。你们跟我回宗门吧。随我来。先测下灵根吧。那玉球与当初空虚门仙人在隐龙村测试灵根时所用的一模一样，叶飞心中难免波澜再起。怎么，你之前测过灵根？没有。放心吧，我测你灵根只是看你适不适合修炼。把手放到玉球上吧。五行俱全的杂灵根，就收你做记名弟子吧。徒弟叶飞拜见师尊。既然已经拜师，你便把那玉牌给我吧。思雨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。告诉李在天，叶飞的月俸按内门弟子的标准发放。叶飞师弟，我叫宁思雨，以后你叫我思雨师姐就行。见过思雨师姐。叶师弟不用这么客气，我们这就去墨云峰吧。原来是宁师妹来了，快快请进。接引阁。见过李师兄。这位是？李师兄，这是我师尊新收的记名弟子叶飞。此次我带叶师弟前来，就是想让李师兄安排一二，待他在这里筑基以后，便会接引到青竹峰。原来是洛师叔新收的小师弟。谢过李师兄。无论过程如何，叶飞总算顺利拜入逍遥门，开启了修仙之路。
这应该就是老爹常说的灵石。叶飞瞬间想起叶苍龙曾给他讲过的仙世故事，虽身在山村，叶苍龙却常提及飞剑、灵石、主顾带这类事物。此前他只当是传说故事中的部分物件，他已亲眼所见。叶飞深知能否成为仙师，能否留在逍遥门，全凭这本功法。书页上记载着功法介绍，逍遥真人所创，可炼气脱凡，后3卷能强体筑基，再3卷可迷元成丹，末3卷可破丹化婴。叶飞虽不知功法等阶，但能修炼至元婴境，等级定有不低。难道我真的不适合修炼？菲儿，快来青龙谷，那里有让你变强的东西。爹，好奇怪的梦。叶飞早已猜到自己灵根的出现，八成与青龙谷中那5颗果子有关。青龙谷定然不一般，可他既不知青龙谷的具体位置，以目前的实力，也无法在妖兽遍布的青松山腹地穿行，贸然前往，只会沦为妖兽口粮。李师兄在吗？大胆！我师父是外门长老，岂是你这个还未练气的小子能随意称呼的？一山不得无礼，这是你叶师叔，快些请他进来。见过李师兄。叶师弟客气了，不知找我有什么事？关于修炼上的一些事情，还请李师兄指点一二。哦，叶师弟是什么灵根？杂灵根。原来是个废物。你在天心中也颇为意外，没想到叶飞竟是杂灵根。他已然明白，太上长老将叶飞放在外门，并非让他历练，实则是让他在此养老。杂灵根即便修炼至死，也未必能筑基。希望灵石会有作用。
菜啊！灵石的修炼效果果真不小。几位，什么事？你就是叶飞？我是叶飞，你们怎么会认识我？找我有什么事？不仅是我们认识你，恐怕整个外门没有人不认识你吧？你们这是何意？何意？看你不顺眼呗！都拜入太上长老门下了，还是一介凡子，果真废物到家了。既然你这么废，领取那么高的月俸，是不是有些浪费了呢？怎么，想要我手中的灵石？看你还算识时务，我们兄弟要的不多，你留下4块就好。4人皆是炼器，2层修为，在逍遥门外能苦苦支撑，每月做完宗门任务，扣除粮食消耗后，几乎剩不下灵石。骤然见到这么多灵石，自然激动不已。想要灵石也可以，但要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叶飞深知，人可以穷，实力可以卑微，但不能没有尊严。哼，废物就是废物，一介凡子还妄想挑衅我，真是不知死活。诺，这4块是你的，别说我们欺负你。那4人到底是谁指使的？是李在天吗？可他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？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灵石？他一个外门长老，应该不缺少灵石吧？此事看似是外门低阶弟子因争抢资源引发的争端，可叶飞深知事情绝非表面那般简单。难不成是李在天的徒弟？不应该啊！我和他无冤无仇，他对我动手的动机是什么？他就不怕太上长老的责罚？看来这逍遥门也不好待。叶飞明白，即便此次能顺利留下，往后的日子恐怕也多有波折。今日有段红，明日或许就有其他人找上门来。逍遥门内奉行若隐若实、强者为尊的规则，即便他是太上长老的记名弟子，也需有足够的实力作为支撑。还是要赶紧完成炼器，即使再艰难，也要先留下来再说。终于成了！叶飞深知，成功炼器后，首要任务是在襄阳门站稳脚跟，而完成宗门任务是弟子的先决条件。比起外出寻找灵药，自行种植虽耗时较长，但成熟后数量可观。青松山中野味繁多，运气好还能采到几株灵药。
菲儿，快来青龙谷，这里有让你变强的东西。小师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你们是专门在这里等我的？我们只是刚好路过这里而已。可我已经没有灵石了，你们还拦着我做什么？我们不是要灵石，这次是想让你帮个忙而已。帮忙？帮什么忙？跟我们走就是，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。我要是不去呢？去不去，你说了可不算。你练气成功了，是有用。能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做的吗？没想到你这个杂灵根竟然能成功练气，可即便如此，仍然逃不出我的手心。一起上，追！没想到你这个废物，修炼速度还蛮快，这才1个多月就到炼气1层了。你做这些到底为了什么？我们之间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吧？哈哈哈哈！矛盾？哈哈，为什么要有矛盾？我只是看你不顺眼罢了。这话让叶飞一时语塞，他瞬间明白，在高阶修士眼中，看不顺眼就足以成为动手的理由。无需合理与否，念头通达便是最重要的。修为低下者如蝼蚁，活该被欺负。这不是理由问题，而是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。是呀，从不争论，永远不任意，只需张口便可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怎么样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们4个废物，嘴巴给我把牢点，否则的话，嘿嘿，我不介意也带你们一起去那地方玩玩。刘师兄放心，今天我兄弟一直在洞府中修炼，并未外出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当然是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在我面前，你就不要搞这种小动作，没用的。把传音玉牌给我吧。去死！不自量力！废物，别浪费力气了，留着等下，或许还用得上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想跟你做个游戏。做游戏？你到底想玩什么花招？要杀便杀，何必这么啰嗦？那么着急干嘛？如果你同意跟我做这个游戏，你还有生的希望；如果你拒绝，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杀了你。什么游戏？哈哈，这游戏很简单，也很有意思。你和一只1级妖兽争斗，谁胜了谁就可以活下去，失败的一方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当然，你如果能击杀妖兽，再穿过这青龙谷，我保证放了你，以后再也不找你麻烦。哼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让我和妖兽搏斗，明显就是不想让我活。与其被妖兽吃了，你干脆现在就杀了我吧。这把剑你拿着，如果运用得好，杀了那妖兽也不是不可能。那咱们就开始吧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下你就知道了。这哪里是1只，这分明是2只。这家伙真是个小人。想直接进府，那多没意思！你还是在外面玩一会儿吧。
好。废物，别跑，停下来跟他们斗。卑鄙！青红速度快到极致，即便刘一山是筑基中期修为，也毫无反抗之力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卷入青龙谷深处，束手无策。你这小子，残害别人我不管，竟敢打这娃娃的主意，倒是胆子不小。青龙大人饶命，这一切都是我这废物。不，叶师叔是我的长辈，我怎会害他？饶了你！如今这娃娃铸就混沌灵根，还缺981次灵根洗涤，而你勉强抵得上第一次，岂有浪费的道理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这5颗果子摘下来吃了。这我……麻烦，这些果子只是灵气所化，和那小子没有半点关系。你担心个屁呀！如果不是我老人家出手，你怕是已经被那些妖兽分食了。对付这种心狠手辣之辈，岂能有仁慈之心？你为何要帮我？若不是欠人人情，你以为我会帮你这一介凡子？欠人人情，是我父亲吗？不是，是一名女子。一名女子，是我母亲。现在的你还没有资格知道。这果子又是什么？这棵树是喜灵树，果子叫喜灵果。喜灵树无根而生，诞生于混沌之初，每个界面只有1颗。此树生儿结果5颗，可塑凡人灵根。这树每次的开花结果都需要吸食人的血肉，所有有灵气的东西都可以，灵石、灵脉，甚至天材地宝、妖兽尸体都是可以的。不过，它每开花结果1次，下一次所需灵力就要增加2成。待到最后一次开花结果，所需灵力将是第1次的200多万倍。赶紧把这几颗果子吃了，我好带你去一个地方。感觉怎么样？身体轻了不少，感知能力也强了一些。这才第1次而已，效果不会特别明显。这储物袋虽是低级货，但对你尚有用处，你先拿着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里是？这是青潭，深约1000丈，下方藏有一条极品灵脉。你们逍遥门地下的灵脉，不过是中品末等罢了。这瀑布是清理，
水流皆为天上，云中生成无根之水，流浇灌灵田，可加速灵药生长。此界仅此一处，那是青龙药田，加持了时间阵法。青龙前辈带我来此，怕是没那么简单吧？哈哈，你这娃娃倒也不笨，孺子可教，孺子可教。不过你说错了，我并非要图你什么，而是想和你做一场公平交易。交易？我只是一介凡子，刚入炼气境，有什么值得青龙前辈看重的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如今我只需你的一句承诺便可。还请青龙前辈明说。其实很简单，待你飞升上界之后，帮我找回肉身即可，其他我别无所求。只要你答应这个条件，这些东西便全是你的。除此之外，事成之后，我再赠你一滴真龙之血。青龙前辈，怎知我必定能飞升上界？我也不敢保证你必定飞升，不过是一场赌局罢了。有无时间限制？你飞升后的1000年之内便可。好，我愿与青龙前辈达成这笔交易。青龙前辈，你的神魂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我本是正统青龙血脉，乃青龙一族族长唯一继承人，奈何刚入外境，尚未成长，却被一只由君进化而成的应龙所害。既然你刚化形，为何会变成如今这般老态？形神分离后，没了精血滋养，又历经3000年光阴流逝，自然显得苍老。青龙前辈请放心，只要我叶某成功飞升上界，定全力寻回前辈肉身，助前辈形身合一。既然得到了你的承诺，这青龙骨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难不成这青龙骨还能消失不成？我设这青龙骨，本就是为了寻找帮我夺回肉身之人。这是青龙剑，乃我青龙一族的圣物，里面自成空间，青龙铺、青龙潭和青龙药田皆在其中，以后便伴你左右了。前辈，我如何才能进入里面？认主之后，你只需放出一缕神念，便可随时进入。是神念入内，还是本体入内，全凭你心意。好，我试一下。好奇妙。当然，别说是在这人界，即便在仙界以下的任何界面，这青龙剑都是顶阶宝物。这剑能对敌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岂不是说这青龙剑只能辅助使用？也没想象中那么厉害。你这娃娃修仙意图道阻且长，这里面的3样宝物，若能善加利用，足以助你飞升仙界。即使仙度渺渺，当以修炼己身为重，切勿过度依赖外物，更不可好高骛远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好了，该说的都已告知你，剩下的全靠你自己。药是不少，我要休眠一段时间了。还是先看看刘一山的储物袋吧，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。灵石500块，丹药4瓶，一柄2尺长的灵气长剑。这是什么？
这是邪物，这东西肯定是邪物无疑。这东西还是不要碰的好。刘一山那么变态，估计就和这阴罗幡有关系。跟洗炼之后，吸收灵力果真比之前快了一些。那种面对强者的绝望，让叶飞刻骨铭心，所以他要努力让自己变强，不再受人欺辱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这1个月的收获足够他交1年的宗门任务。不仅如此，这些药材的种子还能循环栽种，长此以往，药园面积会越来越大。等达到10亩时，产量必然惊人。这药田真是个宝地。李师兄在吗？进来吧。见过李师兄。叶师弟不必客气。咦，叶师弟居然到炼气3层了。先前下山一趟，得了一株百年灵参，这才有了些突破。原来如此，叶师弟真是福缘不浅呐。李师兄，我这次前来是想领取这个月月凤的。这些你拿去吧。下个月开始，叶师弟就需要做些宗门任务了，不然我也不好跟门内弟子交代。请问李师兄，我做的宗门任务要按照什么标准定？既然叶师弟领的月俸是外门弟子的4倍，那任务数量也理应是4倍。如果每月完成任务不足4倍，就和其他弟子一样扣罚当月月俸。这些事我会跟任务阁执事讲。没有意见。一山的失踪，难道真的跟你有关吗？这些灵药应该够那洗灵术再成熟一次了吧？上千株灵药，还好够。果然还是灵根资质的问题。可仅仅修炼了半个多月，叶飞刚达到炼气4层后期，就再次遭遇瓶颈。我的修炼资质真就这么差，连一个小境界都未完全突破。
宗门任务分2类，一类是采集基础灵药，无灵石奖励，但完成后可领取月俸；另一类难度稍高，完成后不仅有灵石奖励，还能获得任务积分，积分累积到一定数量，可兑换宗门奖励。外门弟子仅能领取低级任务，每个低级任务奖励统一为2块下品灵石和1个宗门积分，大多是收集1级妖兽身上的材料。3号任务收集1对火鸦爪，9号任务收集1张地裂兽皮，35号任务。叶师叔一次要领这么多任务，你知道我的身份？知道。叶师叔真的要领这些任务？让叶飞吃不了兜着走。对，我就是要领这些任务，还请师侄帮我登记一下。叶师叔客气了，您请稍等。登记好了，叶师叔您收好玉牌。多谢师侄。叶师叔请留步。小妹妹，你这是？叶师叔，我叫江依云，你叫我依云便是。我找叶师叔是想和叶师叔一起组队外出做任务。依云师侄为何要找我组队做任务？不瞒叶师叔，我修为太低，那些师兄师姐们都不乐意和我组队。依云师侄已经是炼气3层，连1级妖兽都杀不了吗？我一个弱女子，还是太勉强了。叶师叔，我们2个要是一起组队，就会非常轻松，速度也更快一些。也好，咱们2个一起，相互也是个帮衬。叶师叔，你真是太好了。依云师侄，这些人的表情怎么那么怪异？没有啊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叶师叔，你杀过1级妖兽吗？没有。啊？叶师叔还没杀过妖兽？怎么？依云师侄杀死过妖兽？我当然，怎么可能杀过呢？没事，等下我们一起合作，杀一次就熟悉了。叶师叔，你没杀过妖兽，怎么敢一次接那么多任务？再说了，你没有储物袋，无法装任务物品，一次接那么多任务又有什么用？这个，我只是觉得，以我的能力，对付1级妖兽应该不成问题。叶师叔，我看我们还是别往前走了吧。为什么？我怕走远了，我们2个就危险了。怎么可能？这里又没有妖兽，哪来的危险？他们来了。妖兽？这里怎么可能有妖兽？依云师侄，你退后。这2只家伙交给我就行。
这地猎兽，难不成喜欢女人？死！叶师叔，快救我！怎么办？叶师叔，扎他们的眼睛，眼睛是他们的软肋。眼睛吗？呀！叶师叔，救我！又来了一只。白虹贯日。叶师叔好厉害！侥幸而已。叶师叔，快跑！怎么回事？生活手册上不是说，从门外50里范围内一般不会有妖兽出没吗？可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出现了这么多妖兽？依云师侄，你快逃！我先拖延一阵。姑姑，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赶快出手吧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叶师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说不上谢，你这本就是无妄之灾。叶师叔，你的口水都滴到鞋上了。啊，哪里？没有。叶师叔好好玩啊！让前辈见笑了。你就是落影师姐新收的记名弟子。正是师侄，师侄叶飞见过师叔，多谢师叔救命之恩。我是依云的姑姑，你以后叫我江师叔便可。不过这救命之恩就不要提了，一切都是这丫头惹的祸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江师叔误会了，依云师妹并未惹祸，这只是一场意外罢了。
叶师侄有所不知，依云这丫头天生的拟香之体，对妖兽有天然的吸引力。她所到之处，方圆50里内的妖兽都会有所感应，寻香而来。这次妖兽异动，也都是她引起的。原来如此。好了，这里没什么事了，我就带着这丫头回去了。这里的火鸭爪和火鸭嘴，你就留着交任务吧。另外，这个储物袋你收着，以后做宗门任务也方便些。多谢江师叔赐宝，这江师叔倒比我那所谓的师傅强多了。先交任务啊！还别说，背后少了一把长剑，走起路来确实轻松了不少。提交3号和35号任务。这么快？是有些快，不过东西都很新鲜。这都是叶师叔刚弄到的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怎么？多了不能提交？能，当然能。师侄，3号和35号任务，我再领一次。叶师叔，请稍等。就拿你做实验了。来得好。还是要省着点用。效果竟然这么明显，终于成熟了。这凌霄霸斩虽名字霸气，威力却有限，相对的消耗的真气也极少。你就是叶飞？你是何人？
柳依山，你认识吧？他是我哥，一母同胞的哥哥，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神经病！我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你让我说什么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战便战。好，很好。你既然要战，那我就成全你。鬼物，去变。有些意思，给我散。喝。开。怎么样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再来。哼，不自量力。没想到你区区炼气5层，竟然能发挥出炼气7层的实力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把他给我围起来！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好，我说。想开了。我说了，你能放过我吗？放心。只要你说了，我保证不出手杀你。好，我说杀你哥哥的是我师兄。你师兄是谁？是逍阳门外门长老李在天。敢耍我，你找死！既然你已经猜到了一些事情，那就更留不得你了。你不是说只要我说了你就不杀我吗？动手！没事。我不信妖兽会平白无故出现，排除几方因素，唯一的可能便是叶飞搞的鬼。是你杀的我哥，不然那尹寿香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人不是我杀的，但是他的东西却全部在我手中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晚了，白虹贯日。一群废物！别找我，找他去。可恶！难不成是被妖兽吃了？一群废物！李长老，叶飞已出，阴罗幡还未找到，你的任务继续。看来这方圆百里的妖兽是一个都不能放过，没准叶飞的储物袋就在那个妖兽的肚子里。终于安全了，多谢你们了。
师姐，外门长老李在天有叛宗之嫌，你要多加小心，切莫与他相交过深。这事师傅早已知道，师弟现在可是遇到危险了，我这就出来救你。师姐不必担心，我现在很好，危险已经解除。师傅说了，青松山西南方的清源镇有一个坊室，你可去看一看。这礼物，你爷爷我就笑纳了。奶奶的，到底是哪只妖兽把那小子给吃了？哎，10天了，可累死老子了！一定要把那阴罗幡找到，不然回去后无法向少主交差。既然来了，何必回去呢？谁？你居然没死！一个能带10几个手下的人，居然这么穷。越来越难了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下一次洗涤灵根，铁定是坚持不住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没人能完成81次的灵根洗涤吧。不行，我要找青龙问个清楚。什么事？前辈，每次洗涤灵根所需时间和身体承受的痛苦，是不是也在不断增加？的确如此。你是不是已经感觉到吃力了？是的，怕是下次灵根洗涤的那种痛苦，我就承受不住了。哈哈哈哈！非大毅力者不能成也。这是炼体9境的修炼口诀以及修炼方法。炼体9境好练吗？非常难练，需要大量的天材地宝。我现在把这些都传给你，能不能用得上？就看你的机缘了。这哪里是炼体？这分明是同时修炼2种体系。既然现在办不到，只能先扔在一边了。还是把修为先提升一级吧。这感觉果真不错。这200里就消耗了6成真气。
这位道友有空的话可以到里面看一下，买不买无所谓，就当是随便逛逛。你们这里可收灵药？收，有多少要多少，价格道友尽管放心，绝对是咱清源镇最公道的，没有之一。道友有多少灵药要出手？1000。道友请跟我上2楼，不知道友想要出售什么灵药？不知末品和下品灵药都是什么价格？一药一价，这是清单，道友请过目。地黄草、青母草、银叶草、玄霜花和黄金参各200株，除却地黄草是2块下品灵石1株外，其他都是1块下品灵石1株，一共加起来是1200块下品灵石。可以，就按这个价格吧。道友请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结算灵石。不知道友还需不需要法宝丹药？我们流云商会各种品阶的都有，保证有能让你满意的。不知你们这里有没有石皮草？石皮草？怎么没有？道友误会了，不是没有，是因为这石皮草太过特殊，我们这里只有种子，没有成药。既然有种子，为何会没有成药？道友有所不知，这石皮草一旦离开土壤，就会很快死亡并失去药性，唯有成熟后的种子才能留下来。所以，道友要是需要石皮草的话，只能买些种子，自己回去种植了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道友说笑了，我们流云商会有记载各种灵药药理药性的玉简，价格不贵，最详细的才10块下品灵石。如果道友有需要的话，我给道友拿上1枚。可以，最详细的给我来1枚吧，顺便把石皮草的种子也给我来一些。石皮草的种子1块下品灵石5粒，道友打算要多少？50粒吧。好嘞，道友请稍等。小子，那个丹炉有古怪，你可以买来研究一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个炼丹炉。它长这个样子，能炼丹吗？这个或许能吧。老朽没炼过丹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炼。但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应该是个宝贝。如果不是我修为一直不前，又寿元将近，我是不会拿出来卖的。那你打算卖多少灵石？50下品灵石。行吧，看你一把年纪了，50就50吧。这个丹炉我要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小子，识相的话，把丹炉拿出来，否则我让你走不出这清源镇。这丹炉好像和你没关系吧？哼，谁说没关系？老头，这是100块灵石，你把丹炉给我要过来。这位小兄弟，你看这……道友，按规矩，你我的交易已经完成，这丹炉现在归我了。小兄弟，这丹炉我不卖了，你就还给我吧。抱歉，你我交易已经完成。我火秋阳想要的东西，还有人敢不给吗？怎么想硬抢？发现了，这样也好，省得我浪费口舌。拿出来吧，免得因为这个破炉子把自己小命给搭进去。这只是一个普通丹炉，你看上它什么了？哈哈，好奇呗。一个能卖50块灵石的破炼丹炉，你不好奇啊？想要给你便是。算你识相，今天就饶你一命。
还真就是个破丹炉，根本不值50块下品灵石，你买亏了。黑虎，把这丹炉给废了吧。哈哈，这种感觉好爽，好爽啊！道友，我的灵石该还给我了吧？真是见鬼了！小子，别看了，那丹炉已经被我调包了，等你下次进来，你就知道了。前辈，你是怎么调包的？当然是做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？这有何难？就演示到这里吧。用神火炼化的话，会消耗我能量的。这种无谓的消耗没什么意义。厉害。等你结丹化婴之后，做这些东西只是小儿科而已。那前辈是如何知道我会把丹炉交出去的？哈哈，凭你的能力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，这才是明智之举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如果为了一个区丹炉，你就舍弃了自己的性命，那不是笨就是傻。前辈为何会看上这丹炉？这丹炉看着很普通啊。这丹炉大有来头，是当初药神所用的药神鼎，并不是普通的丹炉。不过我检查了一下，它不是完整的，这个盖子明显是后面加上去的。它原有的盖子是4象盖，应该是遗失了。后人又重新做的这个盖子。那前辈的意思是，这个丹炉废了？谁说废了？虽然这盖子是后面加上去的，并不能发挥药神鼎的全部作用，但是3、4成的作用还是能发挥出来的。只有3、4成，那岂不是和一般的丹炉也没多大的区别了？你这小子见识真是浅薄，即便是只发挥3、4成的威能，那也不是现在的炼丹炉所能比的。啊，这丹炉这么厉害，那是不是我用它炼丹，成功率会大很多？这个倒是不假，熟练的话，起码有6成吧。这么高？要是这么高的话，那以后炼丹就不用愁了。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炼丹是需要好丹诀的。你如今连个丹诀都没有，何谈炼丹之说？青龙前辈，你的传承里有没有丹诀吗？没有，我们青龙一族从不服用丹药，又哪里来的丹诀？你也不必失望，丹诀并不是稀罕之物，若有机缘，你很快就能得到。希望如此吧。少主，您消消气。柳云商会有江家撑腰，确实不好惹。哼，江柳云这个贱娘们儿，本少主不就是想摸你一下屁股吗？还那么横，把结丹长老都唤出来了。若不是有江梦云那女人在，我罗刹门早就把柳云商会给吞了。我火秋阳发誓，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江家的那几个娘们儿
一起在我的胯下承欢。属下相信少主一定能办到的。李在天联系到了吗？没有，联系了几次都没有回信。难道出意外了？不应该啊。最近我们罗刹门也没有什么动作。2个月前，刘一红好像带一队人来过一次。刘一红，刘家堡的那个老二。是的，听说他大哥被逍遥门一个叫叶飞的外门弟子给杀了。璎珞幡也正是那个时候消失的。这件事怕是没有那么简单，难不成我们的计划早就被那2个女人知道了？这个属下就不知道了。据李在天所讲，璎珞幡就是在那个时候消失的。再后来，刘一红和李在天就都联系不到了。同时失联，有意思。莫不是这2人都对璎珞幡产生了兴趣？少主的意思是，给我派人去查，一有2人的踪迹，立刻向我汇报，一定要把璎珞幡给我找回来。少主放心，属下一定不会让少主失望的。好了，这里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你了。我要赶回罗刹门滋养我那杆噬魂枪了。1年之后，神与秘境就是他大显神威的时候。大哥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杀了你们。大哥，你什么意思？谁是你大哥？你好好看看我是谁。江柳云。嘿嘿，这个你们无需知道。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还在流云商会吗？哼，就你们这些小角色，还想欺辱我江柳云？我呸！这么狗血，原来我那江师叔还是流云商会的人。仔细算来，我这次离开逍遥门已经2个多月了。听那江柳云所说，李在天怕是已经被逍遥门给处理了。这些事，江柳云又是如何知道的如此清楚？即便是易容术可以做到出神入化，但记忆却是做不得假的。不想这些了，等有机会见了问问吧。看来以后手中恢复类的丹药要多备一些了。叶师弟，李在天已经被师父诛杀了，你可以回来了。叶师弟，这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叶师弟，回来后赶紧给我回信。师姐，我已经回来了。你在洞府等我。这师姐倒是比那便宜师傅强多了。叶师弟，我来了。师姐，请进。叶师弟，你种的灵药长势这么好，多谢师姐夸奖。叶师弟如今已经炼气6层了，就修炼到炼气6层了。杂灵根修士，即便修炼一辈子，也难突破炼气4层。这次外出有些机缘罢了。哦，你这2个月没回来，可是担心死我了。1个月前，我还专门去了趟清源正坊时，却没找到你。多谢师姐关心。都是同门，何必这么客气？我今天前来是有件事想告诉你的。江师叔说他少了一个看药园的弟子，如今看到你院中的灵药被照顾得这么好，想来这个差事一定适合你。我怕我做不好。没事的，江师叔这人很和善的，而且江师叔给的奖励也不低，每月10块下品灵石，还不用做宗门任务。如此，那就多谢师姐了。叶师弟，你太客气了。呵呵，习惯了。走吧，
跟我一起去江师叔那里，已经耽搁1个月了，再晚江师叔可能会不高兴。到了，江师叔的洞府就在玉女峰的南峰。来了，就进来吧。思雨见过江师叔，叶妃见过江师叔。坐吧。谢江师叔。江师叔，我把人给您带来了，他是我的师弟，叫叶飞。可以，就让叶飞留下吧。那多谢江师叔了，叶师弟刚入门不久，有些不懂规矩的地方，还请江师叔多谢担待。我与叶飞师侄有过一面之缘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。你回去后也跟洛师姐解释一下，别生出什么误会。是，弟子明白。你这几个月进步倒是不小。多谢江师叔夸奖，这次出去有些小机缘罢了。在我面前就不要装了，这份丹诀你先拿去吧，早日把炼皮丹炼出来，争取1年内把修为提升到炼气5。什么意思？江梦云知道自己的秘密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又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这件事。不要胡思乱想了，青龙谷的秘密我是知道的，你只需修炼便可。但你修为提升了，有些秘密自然就会知道的。谢江师叔，我知道了。他既然知道青龙谷的秘密，不管了，等下问问青龙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山峰如此陡峭，连水源都没有，单是日常浇灌就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。叶师兄，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药田一直是依云师妹在打理吗？是啊，不过姑姑说要给我找一个帮手的，那个帮手不会就是叶师兄你吧？是的，我就是你的帮手。太好了，能和叶师兄一起照料妖园，依云太开心了。妃只与叶飞见过一面，但叶飞的为人令他十分钦佩，心中早已生出好感。好了好了，我先弄个住的地方，以后我们再聊。这么麻烦做什么？直接住我姑姑洞府不就行啦？里面还有好多密室呢。这个我住这里就行。开玩笑，这个想法打死他都不敢有。好简陋啊！这洞府比起姑姑的洞府差的实在太多了。就我一个人住，这样就够了。比起在外风餐露宿，能有固定居所已心满意足。他向来对居住条件没什么高要求。我想和叶师兄住在一起，和姑姑住一起，太无聊了。依云师妹，你还是和江师叔商量商量吧。这丫头也太虎了吧！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在这里不好直接进入青龙剑堡。想进来就进来，你那江师叔是知道我存在的。江师叔知道你的存在？怎么回事？江梦云那丫头之前去过青龙渊，她是知道我存在的。还有另外2个人也知道我的存在，一个叫落月，一个叫叶苍龙。我老爹正是。别看你父亲名不见经传，可一点都不简单。他可是修仙界1000年难遇的天灵根天才，只是为人低调，知道的人很少。老爹这么牛，在他印象中，叶苍龙只是个普通的、不能再普通的瞎子而已。怎么？
相信。他那么牛，为什么不教我修炼？哈哈，你没有灵根，即便教你，你能学得会吗？这话跟骂他是废物没什么区别。那落月是谁？落月是你师父的姐姐，早在15年前就已经飞升上界了。有缘的话，等你飞升上界，可能就会遇到她。那前辈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他们3人？因为他们都有灵根，我需要的是没有灵根的凡人，不然的话，洗灵术无法发挥出它的作用。这就是我爹让我来逍遥门的目的。小子，你记住，你能走到今天，包括以后你能走多远，靠的都不是你爹，靠的只是你自己。命是靠你自己去争取的。你能站到这里，并不是你爹想就能办到的，还需要洗灵术的认可。多谢前辈提点。孺子可教，出去吧。那小丫头过来了。叶师兄，我姑姑同意了。同意了，这有些太扯了吧？江梦云就不怕自己把持不住？是啊，我姑姑同意了，她还让我带给你一些东西。师兄给你，我没看。好奢侈，直接给我就行，何必弄个储物袋啊？元婴修士果然财大气粗，要知道逍遥门外门9成9的弟子连个储物袋都没有。我当初也是这般，可江梦云随便送点东西都要用储物袋装，这差别也太大了。叶师兄，我住哪里？我们要住在一起吗？我们2个怎么能住一起？依云师妹，你先坐这里等着，我再给你开辟一间实室。这种幸福的感觉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体会到。依云师妹，里面的布置你就自己来吧，我去药园看看。银叶草、玄霜花、黄金参、碧血藤、紫叶天葵，江师叔可真是富有。这些灵药若是全部换成灵石，起码也得数百万块。既然任务是打理药园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吧。叶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依云师妹有事？人家想你了吗？想起叶飞豁出命护我，心里就发烫。别人都只顾自己跑，只有他救我2次，还肯舍命让我逃。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男人，值得托付一辈子。依云师妹，我要研究下怎么炼丹，我就先回修炼室了。我了个乖乖，如此下去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对这丫头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再说，江依云全身上下，除了那张嘴，也没什么值得我感兴趣的地方。要胸没胸，要屁股没屁股，呸呸呸！净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是办正事要紧。丹诀玉简，丹点，青铜炼丹炉。每一步看似简单，实则难度极大。灵药化液需精准掌控火候，提纯更是关键。药液不纯，融合时极易炸毒；融合顺序错误，引发药性对冲，依旧会炸毒。凝药塑形难度更高，最能考验炼丹师的水平。成丹出炉也不简单，掐丹手法数不胜数。这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丹典中记载着各类丹药的配方、灵药药性、药理及部分替代灵药。这丹现在还不能炼。
叶师兄，你还在修炼吗？依云师妹有事。你真是个修炼狂人，半个月了连门都不出，难道不需要进食吗？我外出的时候买了些辟谷丹，所以并无饮食需求。让你来是看管药田的，你就不去浇浇水、拔拔草？药田我之前浇过了，如今的长势应该不错吧？看现在的药田比我来的时候长势喜人多了。大坏蛋，就知道找借口躲着我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没做错什么吧？姑姑，叶飞是个大坏蛋，你想办法治治他。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怎么就不能矜持一点？你这样只会把叶飞吓跑的。那我要怎么做，叶飞才能不躲着我？你快些把修为提上来，以你的资质，1年内达到炼气圆满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到时候你和叶飞一起去神羽秘境并肩作战，慢慢相处，他心中自然会有你。可是我修炼不进去啊！这半个月我满心都是叶飞，根本静不下心修炼。可叶飞却一直躲着我，连面都不愿意见，让我又气又恼。不行的话，你先回神羽城吧。等你炼气圆满，我就去接你。仙路渺渺，男人喜欢的不是花架子，是能陪他一起走下去的女人。所以，你要真想和叶飞结成道侣，我喜欢你，修为万万不可落下。好吧，我听姑姑的，我回神羽城。这些掐丹手法已经完全掌握了，是时候练习一下了。毕竟10匹草也已成熟，学会炼丹后就能炼制炼皮丹了。有了炼皮丹，我迈入炼皮境的把握就大多了。江师叔在吗？炼丹不知要持续多久，必要的请假礼节不能少。何事？回江师叔，师侄想外出几天。外出做什么？师侄想去麒麟峰，利用那里的地火，尝试一下炼制丹药。要用地火何必那么麻烦？我这里就有，给你一件便是。左边第3间，那里的火焰会弱一些，以你的修为，用起来正合适。原来这里也有地火，江师叔这里的资源还真是丰富。这就是地火啊！这4种是炼制补气丹的药材，先从补气丹开始练手，难度相对较低。去。这一步看似简单，实则极难，对神识掌控力要求极高。药液融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明明是完全按照步骤来的。忘记让另外2团药液也同时相融了。我让青母根和黄金参融合时，也该让银叶草与玄霜花的药液同时融合，且融合速率必须一致，这样才能维持体内药力平衡，否则药力失衡就会遗憾。
就差最后2步了，一定要稳住。单点中注明，补气丹常规出丹数量为6颗，这也是多数炼丹师能达到的水准。我的目标便是6颗。倒是有些天赋，仅第2炉丹就能完成到第4步，这份天赋已超越90%以上的初学者。丹成。可惜了，末等丹虽然也算是丹药，但也仅仅是比废丹好一点，药力很差，丹毒不小。如果长期服用，还会影响修炼，这也是很多散修进阶困难的原因。我明明记得自己掐丹诀的时候，丹药的承载已经达到极限了，怎么品质还会这么差？再炼1炉看看。是撑爆了吗？先前那炉品质不佳，这次想在丹丸上多加几个阵法提升品质，没成想直接炸炉了。再来，3颗末品丹，3颗下品丹，比上次强一些。或许是不熟练的原因吧。2日来，我一共炼制了60炉补气丹，炼丹手法已纯熟无比。如今1炉只需1克重，丹药品质也明显提升。这小子的炼丹天赋一点都不比落月姐姐差。阴罗幡在他手中，青龙剑也在他手中。倘若隐藏在青龙剑中，那会不会……下面就该炼制炼皮丹了。石皮草离开土壤后，药性会逐渐流失，必须尽快炼制。3颗下品丹，3颗中品丹。叶师侄，你跟我来。走吧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这风是落瀑风，这石是银瀑石。你若炼体，这银瀑石上就是绝佳之地。在这里炼体，身体怕是承受不住吧？那瀑水的冲击力，别说我的肉身，即便一块铁，也会被冲出一个洞。没有这瀑水的冲击，你如何抵御那炼皮丹的霸道药力？炼皮丹药力很霸道，这一点我还真不知道。唉，何止是霸道，你若直接服用的话，怕是会直接疼死你。不然的话，
这世间的炼体修士早就数以千万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江师叔指点。还好江师叔提醒，若是我傻乎乎直接服用，怕是小命都没有。你去吧，我在这里为你护法。好痛！炼皮丹药力刚一扩散，全身皮肤就传来剧痛，瞬间充斥着膨胀感，仿佛要爆炸一般，痛入骨髓，如割肉刮骨，根本难以承受。怎么会这样？赶紧运转炼体口诀，别浪费了炼皮丹的药力。果然被他看光了，先前还能自欺欺人，现在彻底没辙了。唉，2个时辰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这般蚀骨之痛真不是一般人能扛住的。我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然不易。这下要怎么办才好？可此时的叶飞全身金光，而我又没有男人的衣服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说实话，这是我修炼100年来第一次看到男人的裸体。这可是落月姐姐的儿子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。快些穿上衣服吧。哦，江师叔见笑了。你我都是修道之人，身体只是皮囊而已。再说，以我的年龄，你在我眼中如小儿一般，无需在意。休息一下后，就赶快继续吧。这炼体第一境想要练成，并不简单，还有不少的苦头要尝。说真的，如果可以选择，我真不想再经历那种蚀骨的疼痛了。可想要在修仙一途上走得更远，这种痛苦我必须承受。拼了！这么痛，好像要比上一次稍微好一点。叶飞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还要继续吗？当然要继续，不过我要休息一下，太疼了，站都站不稳了。如此甚好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储物袋里就只剩这一件衣服，若再被瀑水冲破，就只能光着身子。反正早就被看光了，多看一次也无妨。江师叔说了，身体只是一具皮囊而已。总算是熬过来了，叶飞没有让我失望。好了，停下吧。江师叔，我这是练成了吗？是的。那我看看这炼体后的皮肤到底有多硬。
这么厉害？你呀，哪有用自己做实验的？一般的法器还行，若是碰到灵气，还是要当心一些的。僵尸书好美。回去吧。回去，抓紧时间修炼吧。是。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？这话本身倒没什么，可当时我的表情……不管了，反正僵尸叔也没生气。还真不容易，成功炼体说起来简单，其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懂，刻骨铭心。看来炼体对灵根洗涤还是有帮助的，对未来的路也多了一丝希望。以你现在身体强度，可到地下100丈处修炼。到地下，滩下1000丈处有极品灵脉，越往下灵气浓度越高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好浓郁的灵气，竟比用灵石修炼的速度还要快。我的修炼瓶颈也太频繁了吧！继续吧。吃吧。真是个无底洞。这可是我好几个月的灵药收成，就这么耗光了。第6次了，这是第7次了。按照规律，下次就能直接晋升到炼气8层中期了。怎么回事？不是刚洗涤完灵根吗？怎么没有作用？难道炼气7层后期就是我的极限吗？不行，我要再试一下。
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老爹，我可能要辜负你了，还是回去一趟吧。失职，求见江师叔。进来吧。不必多礼了，坐吧。有什么事？我想回家一趟，还请江师叔应允。回家？怎么？想你父亲？让江师叔见笑了。无妨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你若想回去，便回去便是。我应允了。再说，你短短1年多修为，便突飞猛进，本就该出去历练一番，长长见识。一味闷头修炼，反倒容易遭遇瓶颈，并非好事。多谢江师叔提点。这地图玉简和金剑符符宝，我且收下，说不定会派上用场。多谢江师叔赐宝。无需客气，这金剑符对付一般筑基修士绰绰有余，你务必收好。修仙界弱肉强食，尔虞我诈，你行事需处处留心，切莫大意。好了，其他的我也不多说，你下山去吧。你是叶飞？柳叔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你个叶飞，打了我的好女婿，你竟然还敢回来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我现在就去告诉王家的人，让他们这次一定要把你给弄死！哼，弄死我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没想到你这小子还敢回来，明显没把我王家放在眼中啊！既然如此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是修仙家族的实力，把他给我围起来！我爹呢？那个瞎子，我还想问你呢。当初他杀了仙师之后就逃之夭夭，害得我王家被仙师怪罪。如今你回来了，正好告诉我你那瞎子老爹在什么地方，我好让家中仙师去杀了他。要知道，当初来隐龙村的冲虚门弟子，可是驾驭着飞剑的。你说出击，炼气8、9层总该有。一个双目失明的叶苍龙，怎么可能杀得了炼气8、9层的修士？哼，少在这里跟我装蒜！抓不到你爹，抓到你也是一样，仙师肯定也会有赏的。动手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滚！你也成仙师了？既然你家中也有仙师，那就让他过来吧。你给我等着！不知者无畏，你们走吧，这事和你们没关系。多谢仙师饶命，可我们不能走啊！为何？仙师就不要问了。那就随你们吧。见过道友，在下清虚门外门弟子陈实，不知道友所来何事？你一个修仙者，待在这凡人村落中，就是为了等我？道友误会了，这里是我冲虚门执法长老王长老的老家。
我在这里是守护王长老祖宅安全的。是这样吗？1年前之事，你可知晓？你可知当时被杀的人是谁？什么修为？是我们冲虚门一内门弟子，练气8层修为。因何原因？他当初就是在这里，仗着修为高深，找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麻烦，结果被那男人反杀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吧？这事和我无关，我只是值守任务而已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是吗？你叫的人快到了吧？到有什么意思？你怕是在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？道友误会了，我真的只是在这里值守任务而已。想逃，你能逃得了吗？你别欺人太甚。我欺人太甚？好像是你主动跑过来的吧？少废话，我劝你还是赶快离开，王海师兄很快就会赶到。秘密传送阵离此处仅有数里，飞过来用不了多久。王海，他现在什么修为了？王海师兄现在可是炼气8层，识相的话，你现在赶紧离开。炼气8层吗？好快的速度啊！是何人敢欺负我清虚门的人？